粉丝们现在觉得宋爷爷的身份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杂，就连第三视角的路人都开始对宋爷爷的工作和收入产生了投诉的行为。这次宋爷爷在做客节目中，主持人就替网友们询问了宋爷爷这一问题。不过虽然宋爷爷平时看上去憨憨的，但是对于这种问题，宋爷爷还是能听出来的。这种比较敏感的话题，宋爷爷当然不会直接进行回答，总是聊着聊着就走出来。不过主持人为了满足网友的好奇，一直在追问。그래서 이제 다시 돈 얘기로 넘어가면 네네. 다시 돈 얘기로 돌아가면 对于这些事情，宋爷爷只能小心回答，毕竟人红是非多。不过宋爷爷有提到，像参加此次这种录制类节目，自己是有额外收入的，而且这种节目还不会被乐园抽成。不过主持人更想知道的是，宋爷爷视频网站的收入以及出书的收入。当宋爷爷讲到视频网站收入时，宋爷爷开始给主持人讲解这伟大且宏观的意义，表示饲养员其实可以不用制作视频，只需要安心照顾好动物就可以。而拍摄视频，这样不仅可以记录动物们的成长，同时可以让更多人一起关注保护动物中来。而对于自己出书，宋爷爷在讲到时表示，自己新书发布后，自己女儿和儿子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甚至还问自己要上签名。不过主持人看出了宋爷爷一直在规避这个话题，便没有继续深聊。之后主持人又问到了饲养员工作的问题，宋爷爷表示，之前自己经常被问到关于如何当饲养员以及毕业后如何就业的问题。宋爷爷讲到，这里面既有亲人也有网友给自己发信息。宋爷爷表示自己很高兴也很感动，因为在此之前，饲养员在韩国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职业，而现在能够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宋爷爷认为这是值得开心和高兴的事儿。宝叼着瑞宝向小木床走去，由于是在独木桥上，加上瑞宝的晃动，爱宝一下没踩稳，连带着瑞宝一起摔在了南天竹上。爱宝顿时就生气的怒拍瑞宝2大巴掌，问其为什么不老实，不好好听话，给瑞宝揍完，转头走向辉宝。辉宝眼看大事不妙，本在小树上的辉宝立马跳了下来开溜。辉宝知道这要是被抓住了，屁股都得被打开花了。爱宝看辉宝要跑，转头就追，结果半路瑞宝突然出现在了爱宝的视线中。倒霉的瑞宝，爱宝把没抓住辉宝的怨气全撒在了瑞宝的身上，瑞宝被揍得连滚带爬的。而辉宝则是灵活得很，在妈妈身边徘徊，试图还想救走姐姐，但不幸被爱宝一巴掌就击垮了。然后爱宝又对辉宝继续出手，姐妹俩今天实惨，被妈妈莫名的揍了一顿。这时爷爷看到了，走过来喊爱宝不要再打了。爱宝看到奶爸来了，转头跑走，像是一个犯错的小孩，但走到一半又跑了回来。爱宝心想自己的女儿自己想打就打，于是爱宝又发起了第2轮无差别攻击，给姐妹俩揍的都分不清谁是谁了，辉宝都给揍掉线了，反正看到谁就揍谁，哪个在手边就打哪个。最后爷爷为了解救姐妹俩，只好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让爱宝先回家。看得出姐妹俩挨揍，爷爷很心疼。不过爱宝也没有下狠手，因为姐妹俩挨揍完依旧活蹦乱跳的。刚才的事情像是跟妈妈玩了一场游戏。没一会儿，宋爷爷来到园区，表示让姐妹俩安心玩，妈妈已经回家了。宋爷爷来到小木床上收拾竹子，姐妹俩则跟了过来。辉宝爬到了小树上，瑞宝则躺在了爷爷身边撒娇，但此时瑞宝些许有点碍事儿，爷爷给瑞宝抬到一边。而在树上的辉宝这时又整活了，一不小心给自己从树上摔了下来，而且还脸着地。宋爷爷收拾完，扛着竹子离开，而瑞宝则爬到了小滑梯上去救妹妹。人们正在拆瑞宝和辉宝的房间，这也是之前爱宝的产房，但是现在已经用不到了。而且如果将其拆了，瑞宝和辉宝的活动空间也会变大很多。很快房间便拆卸完成了。不过实际上爷爷是在为3月份福宝隔离做准备，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房间是为福宝准备的。现在瑞宝和辉宝只是暂住一段时间。姐妹俩对突然发生变化的房间深感好奇，在自己的房间里四处观察着，每个角角落落都重新探索了一遍。而姐妹俩最喜欢的依旧是房间里的饮水盆。辉宝率先爬了上去洗了个脚，而瑞宝紧跟其后，但瑞宝并不是想要爬上去，而是来到饮水盆前喝了口水。准确的来说应该说辉宝的洗脚水。为此姐妹俩在饮水盆前打了一架。爷爷表示现在从背后看姐妹俩简直要一模一样了，只有仔细去看才会发现区别。不过辉宝和瑞宝相比，瑞宝的颜色更深一些。而就在爷爷跟瑞宝玩耍时，辉宝偷偷溜到了门口。辉宝这是打算出门找圣熙阿姨去玩了。而在这周，姐妹俩还迎来了出生200天的纪念日，爷爷给姐妹俩带来了出生200天的纪念礼物，是2个小木马。
为了防止姐妹俩争抢打架，爷爷特意买了2个木马。瑞宝则是看见缝就想钻，就连小木马也不放过，伸着头就往木马里钻。而爷爷看姐妹俩没有正确解锁木马的使用方式，于是便走上前辅助姐妹俩玩耍。但是瑞宝和辉宝实在太调皮了，根本坐不住。相比于姐妹俩，宋爷爷更有毅力。瑞宝和辉宝表示，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想玩，而是自己的爷爷觉得自己想玩。宋爷爷反反复复给姐妹俩抱起，给姐妹俩放在小木马上坐着。在宋爷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瑞宝成功解锁了木马的使用方式。不过辉宝比较叛逆，不管爷爷怎么折腾，就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爷爷。爷爷想给姐妹俩拍个合照都没机会，但是宋爷爷从来不会轻易说放弃，势必要让姐妹俩一起解锁小木马的使用方式才行。而在宋爷爷的不懈努力下，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愿望。一会儿，辉宝发现姐姐抢了自己的小木马，给姐姐按在小木马上一顿胖揍，问姐姐为什么不玩自己的小木马，要抢自己的。本来不想玩的辉宝被姐姐这一抢，突然解锁了对小木马的占有欲。姐妹俩为了眼前的小木马大打出手，便福宝开始了只营业1下午的生活。同时这也意味着福宝的回国时间正式进入了倒计时。为此，爱宝乐园给园区之前所有的宣传广告都换成了福宝的照片，上面写着各式各样对福宝祝福的话。而在爱宝乐园最显眼的时钟楼上面的大广告布上，还写着能遇见你是奇迹，谢谢你福宝，并配图了一张福宝的大照片。爱宝乐园的饲养员们真的是把福宝宠成公主的。早上，姨姨来到园区，此时爱宝正在室内园区带孩子，爱宝怀里搂着的是辉宝，爱宝抱着辉宝，那是怎么亲怎么抱都没够，而辉宝则不停地喊着让妈妈克制一下。由于福宝这时还没有出来营业，此时在室外园区的只有乐宝自己。乐宝躺在小亭子上惬意地吃着竹子，等中午宋爷爷来接姐妹俩下班。宋爷爷先是拿来工具为爱宝收拾吃剩的竹子以及上午食产的青团，而辉宝看到爷爷来了后，立马就抱住了爷爷的大腿，抱住后便不想再松开了。不过此时的瑞宝就很乖巧，乖乖地躺在滑梯平台上睡着觉。下午，福宝先是来到室外园区玩耍了一会儿，吃了会儿爷爷准备的小零食和竹子。吃饱后，福宝还在小亮台上睡了一会儿。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来到了室内园区，看上去福宝这是又想要睡觉了。福宝给自己调整了一下位置，面朝姨姨们，既乖巧又可爱。福宝从小木床上下来，一路小跑去往通道门口。今天下午是福宝的专场。姨姨下午来到园区时，此时福宝既没有睡觉，也没有在吃竹子。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而是想回家了。但是福宝没有等来爷爷开门，福宝站起来，在门口的南天竹上打了2个滚儿，把气又撒在了南天竹身上。之后福宝潇洒转身，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弯腰从独木桥下穿过，然后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去往小树上的独木桥上。福宝的气无处发泄，福宝趴在独木桥上，手抓眼前的竹子风铃，一顿啃咬。不过福宝给自己挂在树上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果然遇到喜欢的熊，就连他发脾气的样子都会觉得他可爱。福宝表示明明到了下班点了，爷爷怎么还不来开门，气得福宝对着园区的装饰一顿破坏，在园区跑了一圈又一圈。而此时的乐宝则看得很开，不慌不忙给自己挠着痒，静等奶爸主动给自己开门。而在中午时，福宝在小亮台上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美丽画面。福宝第一次蹲坐在小亮台上铲青团，这个高度青团掉下去全都摔了个稀碎。福宝今天一天全程高能。爱宝和姐妹俩正一起在小木床上睡觉，爱宝2胎后明显温柔了许多。想当年福宝想睡在小木床上都要经过爱宝的允许才行。辉宝坐起身给自己挠痒，这个样子已然有了一副大熊猫的样子。第二天，爷爷再来到房间时，看到正在睡觉的辉宝，就辉宝这个睡觉姿势来讲，这是宝家最正常的睡觉姿势了，人模人样的。爷爷表示，此时的辉宝离人类只差一个枕头，而瑞宝正在给妈妈做标记，想趁着妹妹在睡觉时把妈妈占为己有，而且标记的位置还必须是妈妈的脸。而对于辉宝，不管爷爷在旁边笑得多大声，辉宝都一点反应也没有，妥妥一个睡美熊。爷爷忍不住地欣赏着辉宝身体的各个部位，爷爷表示辉宝身上每一个点都是完美的。爱宝在地上睡了一会儿，起身走向小木床。瑞宝看妈妈走了，也起身跟了上去。不过瑞宝没有妈妈腿长，上去的有点慢。虽然动作慢，但是瑞宝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成功爬了上去。瑞宝爬上去后，走到了妈妈和妹妹中间，母女排成一排，而爷爷嘴里的耶波耶波就一直没停过。
在此之前，这种画面都需要姨姨们 PS 才能将其放在一起。没想到这次让爷爷和姨姨们看到了不用 PS 的画面。一会儿爷爷离开，再次回来时，辉宝又爬到栅栏上当蜘蛛侠了。辉宝这蜘蛛侠花样越来越多了，直接侧躺在了栅栏上，直接超越爸爸和福宝姐姐。又一天下午，爷爷来看姐妹俩，此时辉宝和瑞宝抓着妈妈的竹子仔细闻着，辉宝咬着中间，瑞宝抓着末端。下一秒，瑞宝松手了，辉宝一下从小木床上翻了下去，一个180度转体，重重的摔到了地下。一会儿，辉宝重新爬上小木床，辉宝爬床全靠上肢的力量，手臂一撑就上去了。辉宝跑到小木床上后，瑞宝将妹妹搂进怀里，对其进行着安慰，满满的姐妹情深。